ああ、佐賀桜の時。いや、そのよりもね、いつやったかな。走。大元先生连续2周2场比赛2小时59，太慢了。太快了。我比赛的时候感冒了，所以这个结果我不满意。可以，感冒了2小时59，我感冒了我就退赛了。哎，大家伙早喽！11月25号星期二，下雨了，这边已经是初冬了。这天下雨，湿度大，有点阴冷，穿了个更厚的衣服。这样穿着还挺舒服的，那道子太黑了，不知道能不能看清了。今天周二，明天又是合练的日子。明天的课表是3、2、1，明天有观众要来一起。今天还是轻松跑，调整伤，准备进入冬训。我看评论区小伙伴说，无论是现在看我的比赛拍的第3视角，还是昨天那种，说你是单纯的前脚掌落地吗？我其实没有这概念，我自己觉得这个不重要，而且也没有很在意。不过看这种评论多了，我自己也想了想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啊。看小伙伴们尴尬了，刚才相机俯仰角度没调好，我聊了10分钟了，发现拍废了，重新来吧。正好天亮了一点，但是又下起雨了，画面上可能有水。就首先啊，哪儿落地这事儿，完全千万不要模仿。哎，你们看跑过来这2位，对，就是跑到这个程度，大家都差不多，都是前脚掌落地了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是模仿出来的，也模仿不出来。千万不要模仿。那这经历了什么过程呢？其实我的感觉啊，它就是潜移默化的过程。一开始可能完全都是刚开始跑步的时候，完全都是全脚掌甚至后脚掌落地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你没有这能力。然后你再跑着跑快了，可能你跑个5公里，慢慢8公里、10公里，你都能做到那种就跟跑下来似的感觉了。差不多就是，然后再慢慢你跑快了，不管是5公里、8公里，可能能到10公里。哎，你有那种说我是跑起来的感觉了，那差不多你就那阵儿我老跟大家分享，我觉得我是全脚掌落地，就是那种你是在向前了，然后再慢慢到马拉松赛场上，可能前30多公里你都是这种感觉，到后边累了，慢慢又开始就北方话就跟砸夯似的，就咚咚的了。总有这么一个过程。我真正觉得我这一场马拉松，这个跑步动态都特别，也不能说特别好，就是像现在这样了，差不多已经是今年的无锡了。今天的大阪你们看我238，对不对？挺快的哈。但是那个到最后几公里也不行了，也就是就强弩之末，也维持不了那个动态，虽然没掉速。那就有小伙伴说了，那既然就目前对我来说，可能前脚掌落地对脚踝、对小腿的压力大，容易造成疲劳。那你为什么不在有前脚掌落地的能力的情况下，还是用全脚掌去落地？这样马拉松不是能更轻松吗？哎呀，我还真告诉您，不行，这不是故意的，就你练到这儿了，他就是这么跑的，你想改不过来了。这跟大家看小朋友跑步，刚学会走、学会跑的小孩，为什么老往前摔、往前扑啊？他那动态就是那样，这都是力量和能力决定的，所以千万不要模仿。那差不多，小伙伴们问说，什么情况能练成这样的？我个人观点啊，首先你得有跑量的积累。跑量的积累差不多几年
5、6年是总是要有的。然后就是得有速度能力的训练。我这2年，尤其是这1年，深切地感受到速度能力的训练对我的帮助，还有场地赛对我的帮助。就速度训练其实练的是什么呢？我觉得首先我定义的速度训练是那种最好有队友，有能让你追的目标。这跟我们追公共汽车，为什么好多影视作品都是追公共汽车摔一大马趴呀？很少有自己跑的时候摔一大马趴的，因为你没有那向前的劲儿。真心话，就自己跑，我说我跑330，跟追着别人跑，哪怕我跑329，也不一样。就是那种最好是你勉强能追，又有点追不上，那感觉往上拔。我觉得速度训练对什么段位的小伙伴就有用了呢？差不多您跑进3小时，跑进2小时50了，这就像不同阶段它是不同的事儿。您现在3个半小时想破3，那阈值训练是最好的，阈值训练能让你尽快实现这目标。那现在想更进一步，或者我想让我的跑步动态更好，那速度训练是最重要的。速度训练尤其在你追人的时候，它让你的身体能被动的调动起来，就是你觉得自己不行，但是身体说我必须得行，它就有可能找到那种怎么说呢，就更好的跑步动态，并且呢把这东西慢慢通过长年累月的训练把这感觉固定下来。这是我的观点。另外，速度训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提升你的绝对速度的情况下，你的马拉松会轻松一点。这跟刚才说那个落地姿态一样，就是你看，比方说我现在1公里极限速度3分，我要能提升到2分50，那我的马拉松在那个马拉松配速下能轻松不少。但是你说能让马拉松赛快多少吗？真的不一定。这就跟刚才我说这个，是不是我现在故意就全脚掌落地，我马拉松就能轻松，就能更快？不是这样的。这事儿就特别的不可思议。就跑步这事儿本来就不可思议。其实说实话，你差不多年龄、差不多维度的男性，就同性别的，你站在那儿2个人，大家的就腿部力量没有那么大的差异，就绝对没有说6小时马拉松和2个半小时马拉松1倍多的差异，绝对不可能的，对吧？还有就不一定什么地方落地就是对的，没有对的，它就是看一个，你长年累月，就你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，就跟那个运动员叫什么，叫吉塔塔，对吗？有一次纽约马拉松冠军，他就纯后脚跟落地，他就习惯那样了。但是据我观察，就大部分人练到最后都会是前脚掌落地的，而这东西绝对不要模仿，也模仿不来的，就慢慢就会这样。而且并不存在好坏，绝对不存在好坏之分，相信我。所以总结下来就是，我觉得，如果你的马拉松跑进了2小时50，或者已经跑进3小时也可以，你就就多做速度训练，1周1次还是要保证的，在这个能力下，最好是有队友，有互相能追一追的人，互相拉扯的人，你这样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。当然，我说跑步动态这事儿有点搞笑，就我其实跑起来不好看的，就有点抬不起腿来。但是，其实只要是我们普通人半路出家的练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得有点怎么说呢，带引号的特点，就是缺点。这没办法。但是我是这么想的，咱们还说回速度训练。如果我每次速度训练都去追我的目标，追前面的人，现在我的步频不能再快了，对吧？快不了了，极限了，那怎么办？那你的身体，你想追上他，你身体你就得逼迫自己去
去想办法，没准逼迫，慢慢的，这个感觉增大步幅的感觉就固定下来了。现在你让我故意的稍微抬一点腿去跑，我可以的，并且我真的感觉到这样会更快，真心话。但是这个感觉固定不下来，就首先它不是肌肉记忆，其次呢就是对我现在的能力来看，性价比不够高，所以身体不会不由自主的去选择它，所以在马拉松赛场上不现实。最后就是说场地赛，为什么场地赛对我有帮助？其实不是因为它是场地赛，是因为穿薄底钉鞋，你就不由自主的只能前脚掌落地。你看我跑场地赛，在那个状态下，一开始特别难。一开始第一次那5000米跑完，我小腿剧痛了1周，到后来跑了几场就没事了。所以人还是挺能适应的。你说这几场场地赛能让你的肌肉变化吗？那肯定不能啊，是不是？好吧，雨又下大了，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。哎，小伙伴们，11月25号星期二，训练结束，一个半程马拉松，平均配速5分17，跑了1小时51，跟大学先生那几公里就特别慢。我觉得其实，时不时的可以慢一些，挺好的。那几公里差不多就是6分多。你让我自己跑，这还是我说，你快得有人跟，慢其实也得有人跟，大家在一起，慢慢的就那种很恢复的那种状态去跑，你，身体又调动了，压力又不太大，时不时穿插挺好的，录个运动感受啊。今天的状态是适中，录个音。今天是神户马拉松之后可能是第一个21公里，第一个半程马拉松。状态还行，伤今天没有明显的感觉，甚至几乎没有感觉，慢慢去恢复。明天的强度课，但愿一切顺利。可以，我觉得有这么一麦克风，时不时的想在训练中录入点东西，回去手机上它就能识别成文字。而且现在随着我觉得 AI 时代的到来，就像以前人们拿胶片拍电影电视剧的时候，你看现在好多那种4K 修复的，其实都是那个时候的胶片影视，其实就是扫描胶片嘛。你扫描胶片扫描的越清楚，或者说就是能力越强，像素越高，它就能把同样一卷胶片还原成4K 的，甚至可能再能超分成8K。数字时代呢，人们一度失去了这个能力，当然也可以通过 AI 也可以，但是现在慢慢的声音呀、影像啊这些资料在 AI 世界里又变得有不同的意义了，又变得有不同的意义了，不成熟的观点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分享，落地呀、跑动态呀、速度训练这些，镜头上有水了，那就赶紧结束。还是那句话。千万不要故意去模仿落地，千万不要，好吗？我白色的雅马哈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